想象一下，你辛苦攒下的投资，一夜之间缩水 5%， 甚至 10%， 而地球另一边，有人却在笑着数钱。最近，美股像坐上了下坠的电梯，标普500、纳斯达克接连暴跌，而港股和 A 股却像吃了火箭燃料，连涨 20% 以上，连华尔街的大佬都忍不住把钱往那边扔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因为美国经济要崩盘了，还是中国市场藏着你不知道的秘密？别急，今天我们要把这场全球资本大戏的幕后真相扒得一清二楚。接下来的内容可能直接决定你的钱是亏是赚，所以记得看到最后。美股为什么突然跳水？先来说说美股这边的故事。2025年2月，华尔街的交易屏幕一片血红，标普500指数2周内跌了 5.3%， 纳斯达克更是狂泻 7%。 这不是小打小闹，要知道美股可是全球资金的风向标，动一动就能引发连锁反应。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它突然跳了水？第一个关键词：经济信号。最新数据显示，美国1月的非农就业人数只增加了15万，比市场预期的20万少了整整1/4。更麻烦的是，通胀率还死死卡在 2.9%， 比美联储希望的 2% 高出一大截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市场开始慌了，美联储会不会继续加息？如果加息，企业借钱的成本就得涨，利润被压榨，股价还能撑得住吗？投资者一看苗头不对，赶紧抛股票保平安。比如某家知名零售巨头最近就因为成本上升，利润预警下调了全年预期，股价一天跌了 8%， 直接把整个消费板块拖下水。第二个原因，技术性调整。过去几年，美股尤其是科技股涨得太离谱了。比如特斯拉，2024年市值一度冲到 1.5 万亿美元，简直是坐着火箭往上窜。但最近一次财报预警，利润不如预期，股价立马跌了 10%。 再看看纳斯达克， AI 热潮炒了好几年，英伟达、微软这些公司估值高得吓人，市盈率动不动就50倍、60倍。现在有人开始问，这泡沫是不是该破了？一旦信心动摇，资金就像潮水一样往外跑。数据显示，2月第一周，科技板块的 ETF 净流出超过30亿美元，创下近半年纪录。还有个隐藏的炸弹，政策风险。最近市场传言，美国可能对进口商品加征新关税，尤其是针对中国。这对跨国公司来说是噩梦，比如苹果，供应链一半以上靠亚洲，关税一加，成本飙升，利润缩水，股价还能不跌吗？更别提地缘局势的紧张，中东冲突、欧洲能源危机，光是消息面就够让投资者心脏跳到嗓子眼了。华尔街日报最近报道，某投行分析师直言，如果新关税政策落地，美股至少还有 10% 的下行空间。最后一个因素，利率压力。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月突破 4.6%， 创下近1年新高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简单说，买债券的回报变高了，股票的风险回报比就不香了。尤其对成长型股票来说，高利率就像紧箍咒，压得喘不过气。资金一看，赶紧从股市撤出来，转去债市避险。美联储的最新会议纪要也显示，官员们对降息态度谨慎，这信号一出，投资者更不敢赌了。总结一下，美股这波下跌不是单一原因，而是经济疲软、技术回调、政策不确定性和利率上升四全其下。华尔街的投资者也不是傻子，一看风向不对，立马开始找新的避风港。资本为什么跑去港股和 A 股？美股这边哀嚎遍野，另一边港股和 A 股却像打了鸡血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2月，恒生指数累计上涨 22.4%， 沪深300也涨了 15.8%。更夸张的是，华尔街的对冲基金正在悄悄撤离美国，把钱一股脑扔进亚洲市场。光2月第一周，
外资净流入就超过50亿美元。这是为什么？第一点，估值吸引力。简单说，美股太贵了，港股和 A 股便宜的像打折甩卖。以市盈率为例，标普500现在平均25倍，纳斯达克更高，接近35倍，而恒生指数才10倍左右，A 股部分蓝筹股甚至不到8倍。拿腾讯来说，港股市盈率12倍，而美国的谷歌高达30倍。同样是科技巨头，同样的赚钱能力，价格却差了快2倍，聪明钱当然知道往哪跑。再看 A 股，某龙头白酒企业市盈率从去年的20倍跌到现在的13倍，利润却还在稳稳增长，这种机会谁不眼红？第二点，政策红利。中国这边最近动作频频，央行宣布降准0.5个百分点，释放了1万亿人民币的流动性。紧接着又有消息说要推消费券、稳房地产的新政策。这些信号一出，市场信心蹭蹭上涨。比如港股的地产板块，某头部房企2月股价涨了 40%， 直接受益于政策松绑。A 股这边，新能源车板块也火了，某车企因为补贴预期，股价1周翻倍。相比之下，美国的政策却像个谜，美联储还在纠结加息还是降息，投资者根本摸不着头脑。第三点，避险需求。别看美股跌得惨，全球经济其实都不太平。欧洲有能源危机，中东有地缘冲突，美国还有债务上限的老问题。在这种时候，资金总想找个相对安全的地方。中国市场虽然也有风险，但经济体量大，政策可控，成了不少投资者的避风港。高盛最近的报告就说，2025年中国 GDP 增速可能达到 5.5%， 比美国的 2% 高出一大截。资金一看哪个市场更有潜力，心里就有数了。还有个有趣的现象，中概股的资金轮动。你会发现，一些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股价跌了，但在香港市场却涨了。比如某电商巨头，美股交易时段跌 5%， 港股却涨 7%。 这说明什么？资金没走远，只是在不同市场间跳舞，哪里有机会就往哪跑。香港交易所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，南向资金2月净流入超600亿港元，创下历史新高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再举个例子，港股的互联网板块，过去2年因为监管压力，这些股票跌得惨不忍睹，但2025年初监管态度明显软化，外资一看机会来了，立马杀回马枪。某短视频公司股价从低点反弹了 80%， 直接把整个板块带飞。 A 股这边，消费和医药板块也成了香饽饽，因为政策鼓励内需，资金蜂拥而入。总结来说，资本跑去港股和 A 股，是因为他们有低估值、强政策和高潜力的3号学生组合。相比美股的高风险高波动，这边的吸引力简直不要太明显。谁在主导这场资本流动？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这波资本大挪移到底是谁在背后推波助澜？答案是机构投资者，尤其是对冲基金和全球资产管理巨头，但散户的力量也不容小觑。先看机构这边，根据最新数据，2025年1月，全球对冲基金减持了美国科技和媒体板块的股票，加仓了亚洲市场，特别是中国内地、香港和台湾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嗅到了机会。美股高位风险太大，而港股和 A 股的低估值和高波动，正好是他们喜欢的狩猎场。比如，桥水基金最近公开表示，已经把 10% 的仓位转向新兴市场，
其中中国占比最高。摩根士丹利的报告也指出，2月以来，亚洲市场的资金流入速度是过去5年的3倍。再看具体数字，香港交易所数据显示，2月初以来，南向资金净流入超过600亿港元，创下近1年新高。A 股这边，北向资金连续10个交易日净买入，总额逼近300亿元人民币。这些钱从哪来？很大一部分就是从美股撤出来的。比如，某美国科技 ETF，2月净流出40亿美元，而同期港股的科技 ETF 净流入25亿美元，资金流向一目了然。机构是怎么操作的？他们有个套路，先减持高位资产，再低位建仓。比如，某对冲基金在美股抛售了特斯拉和英伟达的股票，转而在港股买进腾讯和小米。为什么？因为特斯拉市盈率50倍，腾讯才12倍，同样的增长预期，价格却便宜一大截。这种操作不仅避开了美股的下跌风险，还抓住了亚洲市场的上涨红利。但别忘了散户， A 股和港股的散户交易占比很高，经常超过 50%。 一旦热点起来，资金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港股也一样，某医药股因为散户炒作新冠新药概念，股价一周涨了 60%， 连机构都忍不住跟风。还有个有趣的角色，跨境炒家。这些人专门盯着中美市场的价差赚钱。比如某中概股在美股跌到10美元，但在港股还能卖12美元，他们就低买高卖，硬生生把资金从美国拉到香港。这种套利行为进一步放大了资本流动的规模。总结一下，这波资本流动，机构是大脑，散户是推手，跨境炒家是催化剂。3股力量合在一起，把港股和 A 股炒成了全球焦点。这波趋势能持续吗？看到这里，你肯定想知道港股和 A 股还能涨多久？美股是不是彻底凉了？别急，我们用数据和逻辑来分析。先看美股，短期内压力还没完。美国2月的就业和通胀数据如果继续疲软，美联储可能不得不在加息和降息间左右为难。市场最怕的就是不确定性，所以美股可能还会震荡。标普500现在的支撑位在4500点，如果跌破，可能下探到4200点，跌幅还有 7% 左右。但长期看，美国经济底子厚，科技实力强，跌过头了反而是买入机会。比如苹果现在的市盈率从35倍跌到28倍，如果关税风险落地，供应链调整到位，股价很可能反弹。再看港股和 A 股，短期内政策红利还能撑一把。中国央行最近放话，货币政策还有宽松空间，如果3月再推大规模刺激，比如降息或者发消费券，市场信心会更足。恒生指数现在的点位在24000点，技术面看，年内冲到26000点不是梦，涨幅还有 8% 左右。A 股这边，沪深300如果突破4500点，年内可能看到4800点，涨幅也有 6%至 10%。但风险也有，比如全球经济放缓拖后腿，或者资金炒作过头导致回调。具体到板块，港股的科技和地产还有空间。某互联网巨头股价从低点翻倍后还有上涨动力，因为利润增长恢复，分析师给的目标价还有 20% 的空间。A 股的消费和新能源也值得关注，比如某白酒企业利润增速超预期，估值却还在低位，机构预测年内还能涨 30%。 但要注意，涨幅过快容易埋下隐患，恒生指数如果冲太猛，可能迎来技术性调整，回撤 10% 很正常。更大的变量是全球局势，如果中美关系缓和，比如贸易谈判重启，外资会加速流入中国市场，港股和 A 股还能再火一把。但如果地缘风险升温，比如中东冲突升级，或者美国债务上限谈崩，
资金可能会回流美国避险。高盛的预测是，2025年全球风险资产的波动率会比2024年高 20%， 这意味着什么？市场可能大起大落，赚快钱的难度会增加。总结来说，这波趋势短期还能持续，但中期看不确定性很大。美股的反弹要看美联储和中国经济数据，港股和 A 股的上涨要看政策力度和全球环境。所以别盲目跟风，也别轻易看空，一切都要看接下来的信号。好了，今天我们从美股的暴跌讲到资本的东移，解开了这场全球金融大戏的秘密。总结一下，美股跌是因为经济信号、技术泡沫、政策风险和利率压力的4重打击，资本跑去港股和 A 股是因为估值低、政策好、潜力大和避险需求的4重诱惑。主导这场戏的是机构、散户和炒家，未来走势则要看数据和局势。但不管市场怎么变，有一点不会错，跟着逻辑走，别被情绪带。这场资本流动可能只是2025年的开场戏，接下来剧情更刺激。所以不管你是投资小白还是老司机，记住一句话，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